2020年终于落幕了，在这一年里，我的旅行计划完全处于停摆的状态。新的一年开始了，先来回顾一下我之前在北美为期长达390天的冒险旅程。留白是我想要的生活，但空白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我决定为人生添上多一点色彩，即使只有一点点也值得。那时候我带着一款自己设计的明信片，厚厚的一叠，总共有250张。我开始展开明信片交换故事的计划，在旅途中和相遇的旅人交换他们的故事。你愿意和我换吗？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felt how important people give each other a hug. It's not about where you are from. It's not about what color of your skin. No matter what your culture is, even it's not about you are male or female. It doesn't matter. It's just about we are friends, and then we are going to miss each other. 从小我就很喜欢马克·吐温的著作《汤姆历险记》，里头那一位鬼灵精怪的主角汤姆·沙耶，是我小时候的偶像，一个小屁孩。令人憧憬的是，他的人生充满着自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当初那个喜欢汤姆·沙耶的自己，却也没有活得像他那么样的自由自在，总觉得缺少了什么。当我决定踏上旅程时，这才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来，我缺少的只是勇气。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段旅程里，我体验到了同样的生活和感受。不论有多么喜欢《汤姆历险记》这本书，我永远也不会是马克·吐温笔下的主角，但我是我自己人生中的主角，为心中那个抗拒长大的灵魂而感到骄傲。在我出发前，好多朋友都语重心长地劝我要想清楚，要放下一切，那真的是很大的冒险。所以我决定不要再想，行李背上出发吧，一切都重新开始。我无法在意太多别人怎么说，因为人生是自己的，只能坚持选择去做想做的事。听得越多，只会有更多不敢尝试的理由。但是比起这些，更让我害怕的是，当我回首过去时，是空洞而一无所有。不管用什么角度去审视岁月这件事，有一个结论是不变的：时间在流逝，人生只会越来越短。每当我回顾去年的自己，我清楚明白，现在的我只会比过去的我还要年老，但相对的，今天的我也永远比明天的我还要年轻。过去不会再回头，但是我们会一直走向明天。10年之后，当我回想起过去的任何一段时光，我一定会说，那时还好年轻，为什么不去做呢？或许每一年都有类似的对话在心里问着自己。岁月不该成为退缩的理由。不管现在几岁，每个年纪都是当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握当下。旅途中包含了无数次的道别，我们在转身离开前对彼此说着珍重再见，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能有再见到对方的那一天。其实在这段影片中，已经有几位是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的人。那一年脚印的最北，我从阿拉斯加驾车花了12个小时踏进了北极圈，跪在雪地里仰望着极光。旅程的最南，我从南美踏进了墨西哥，在艳阳高照下看见被彩绘的毛驴。我在温哥华凝视着悠悠静谧的碧绿湖泊，我在班夫小镇踩着单车摇曳在星空底下，我在魁北克见到缤纷的秋风落叶，我在惠斯勒山顶远望着覆盖白雪的层层山脉。这一切
都意外地为我的人生多增添了一点色彩，也丰富了生命的回忆。这一年，我听着许多动人的故事，我体验最深刻的是，给彼此一个简单的拥抱有多么的重要。是我认识的这些人串起了我的游历，让我的旅程变得更有意义。旅行最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当你以为可以借由一段旅程而有所改变时，到头来却发现什么都没变。So, give me a hug. Now like that, yeah. 旅行最让人再三咀嚼的是，当你以为回归原点而什么都没有变的时候，却发现一切已然悄悄改变。旅程不是只有上了路才算开始，人生的每一个片刻都是最值得回忆的旅程。人生的旅程还没结束，现在只是准备再启程前往下一个阶段而已。回到台湾后，我来到了国境之南恒春，生活了将近1年。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我的冒险旅程的著作，在世界的角落遇见自己。我放慢步调，学习冲浪，也结识许多不同的朋友。或许我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乡里展开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摸不着的幸福，不用非得到遥远的地方追逐。不管身在何处，只要懂得用心感受，其实我们早就身处在幸福之中。那不是一种拥有的状态，而是一种给予的满足感。我无法确定未来的我会拥有什么，但我选择珍惜现在的一切。不管我人在哪里，那里就有属于我的快乐与幸福。